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最新内幕传出，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汪洋近期被中共多位重量级人物力邀出面，包括温家宝、李瑞环和军中实权派张又侠，甚至还在洛阳与习近平当面碰上。知情人士透露，这成了汪洋决定重新参与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旅美时评人唐晋远披露，外界盛传的丁薛祥、陈基宁搭档接班只是放风的假消息，真正的方案是胡春华在台前频频露面释放信号，汪洋则在幕后低调布局，成为未来权力交接的隐藏推手。这些动向发生在93大阅兵的前夕，格外耐人寻味。习近平能否维持军权在握的形象，还是后习时代的轮廓已经清晰？时评人唐晋远在自媒体节目中透露，他得到体制内知情人士有关汪洋在未来的权力格局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已经退休的他是如何重出江湖的独家爆料。知情人指出，网络一度盛传由中共副总理丁薛祥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搭档接班的新闻，基本可以确定这只是有关派系故意放出的假消息。据他所知，废太子、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确定了将上台，而汪洋也会出来做些事。就连担任了中共党魁3朝军师的王沪宁也已跳船抛弃习近平，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帮胡汪做事。知情人士还表示，胡汪的上位并不顺利，一波三折的。汪洋最初并不愿意复出，不想来趟浑水，但是前段时间温家宝、李瑞环、张又侠一起登门汪洋的老家和他密谈，力邀他出面。他们甚至还和汪洋一起去了洛阳，因为当时习近平正在洛阳视察，习和汪洋当面摊牌之后，汪洋才决定正式入局。但是习性情反复，原本说好的他却一再反悔，反复无常，把大家搞得非常烦。习近平执政10几年，一系列的内政外交政策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家底败了个精光，民众水深火热，反抗的怒火正在聚集。眼看中共政权不稳，中共元老红二代张又侠联手逼习下台，他们纷纷抛头露面，中共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政治标签在党媒头版刊登，胡海峰也频频地代替他父亲出来现身。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胡春华更是频频高调曝光，连隐身已久和退役多年的刘源也身着军装，在中共建军节的8·1招待会前排大桌亮相，而汪洋却悄无声息，完全隐身。唐晋远认为，汪洋应该身处极为重要敏感的中枢位置，在这敏感时期，为避免麻烦，他不便抛头露面。在一片习下汪上的传闻中，作为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如果汪洋公开高调露面，基本上就意味着习近平失去权力，成为名牌。中共高层出于维稳考量，在北京93大阅兵之前，这个牌不能打得太明。唐晋远指出，在后习时代看到的是明暗两条线，胡春华在明处频频释放信号，昭告天下，汪洋在暗处操盘，左右大局，做很多事。军队也是如此，张又侠和刘源两个人搭档，张又侠在明处频频出来主持会议和讲话，刘源基本上不太露面，悄悄地在背后做事。唐晋远认为，李成钢今年4月16号突然被正式任命为商务部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接替了王受文的角色，正式与美国谈判。同时，他被提拔为兼任商务部的副部长，而王受文被直接调走。这波人事调动可能与汪洋有关。李成钢在2013到2018年期间，先后担任商务部的条约法律司司长、商务部部长助理，从事与贸易谈判相关的工作。他和当时负责分管对外贸易工作的副总理汪洋形成直接的上下级工作关系，需要向分管商务部的汪洋去请示和汇报工作，两个人的工作是有密集的交接。唐晋元认为，或许汪洋现在已经在实际主导整个中美贸易谈判相关的工作。中美贸易谈判中，何立峰带队，李成钢具体操盘谈判。谈完后，他们会向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去汇报工作，而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并不是习近平，而汪洋可能是负责人之一。
今年6月，网上开始盛传习下汪上，据说还有总体预案流出。时评人、小说家在自媒体节目中爆料，习近平已经与反习派就常委的方案达成了共识，并同意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目前是临时党中央在掌管权力，汪洋和胡春华已经在履行各自的代理职责了。该爆料称，将最后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习下汪上的官宣流程。既然如此，汪洋为什么还这么低调呢？唐晋元表示，汪洋一直保持低调和隐身，意味着他只是帮助度过过渡期，暂时没有长远的打算，只要把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他就可以功成身退了。汪洋不想趟浑水，中共的末日已经到来，可能随时崩盘。这个时候接任习近平的权力，等于是接了一个炸雷。习近平权力衰退，从以下几个细节可以了解一二。知情人对唐晋元表示，据说习近平今年4月出访越南时，他的亲信马仔们犹如惊弓之鸟，不约而同纷纷跑到外地去调研，原因是害怕被一网打尽。这件事在圈子内已成为一个笑谈，从中看到习近平和反习派的矛盾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习家军人人自危。刚刚结束的天津上合峰会，习近平表面风光无限，但习的权力地位已暗藏危机。8月31号晚，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宴会，欢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习在发表致辞时，已经不能代表自己祝词了。习近平说，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欢迎各位嘉宾来到天津做客。而在2018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上合峰会，习的祝酒词是，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表示热烈的欢迎。两次致辞比较，缺少了最能够彰显习近平权力的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来宾表示欢迎。习核心、习一尊的词汇正在被淡化删除。好大习功的习近平如果还大权在握，他会去掉以我个人的名义的说辞吗？大概率不会，因为加上这句才能突出习个人的权威，而去掉了显然就是不同的意味。习近平的权力大不如前，是中共当局无论如何都掩盖不过去的，防不胜防。从中南海办公厅大楼传出的习近平下台的呐喊，到重庆的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电子横幅，现在社交 X 平台上再次传出并转发着北京署名老工人写的大字报。老工人虽然思想守旧，但还是由衷地表达了习近平很不适合担任总书记的心声。今天就是93大阅兵，习近平邀请了2个独裁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的最高领袖金正恩为其站台助阵，想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并对党内的反对派和军方形成一种威慑。显然，习近平如愿以偿，成为了这次阅兵的主角。但是他能借此宣示自己军权在握吗？张又侠忽然一个动作，让习近平极力维持的大权在握的体面现了原形。习近平的大秘钟绍军去年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军中核心要职贬至国防大学任政委。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从体制内人士处获知，目前钟绍军已不再担任国防大学政委一职。显然，张又侠不再给习近平留面子，进一步清除了他在军中的亲信。无论习近平愿意或者不愿意，交出权力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已经是大势所趋。后习近平时代正在悄然登场。习近平执政的10几年来，干啥啥烂尾的败家之举，恰好顺应了中国共产党亡的天意。中国人会迎来一个没有中共独裁统治的中国，这是众望所归，也是民心所向。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